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小薇说案。我想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如果有人诬告你入狱3年，毁掉了你最宝贵的青春，你出狱后会选择和这个人复合吗？绝大多数人的回答肯定是不可能。但今天这起真实案件的主角却做出了这个让所有人都匪夷所思的选择。被诬告入狱3年，出狱后和仇人复合，本以为是放下过往的救赎，没想到3个月后，一场关于袜子的争吵让他彻底失控，亲手掐死了曾经的爱人。一个诬告者，一个被冤者，最后却酿成双双毁灭的悲剧。这中间到底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纠葛？被冤入狱的他为什么会选择复合？又是什么样的话语能让他突破底线，痛下杀手？今天我们就走进这起发生在江苏昆山的离奇又残酷的真实案件，一步步揭开背后的真相。故事的主角，我们暂且称他们为刘某和晶晶。两人原本都是满怀憧憬的大学生。时间回到2022年7月，正值暑假，热恋中的两人相约同住。那段时间里，他们像所有普通情侣一样，牵手进出电梯，一起下楼买早餐，挽着胳膊去前台续房。晶晶甚至还穿着刘某的宽松 T 恤出门，亲昵的模样看不出半点异样。可谁也没想到，这段看似甜蜜的同居时光会成为两人命运急转直下的开端。变故的起因是一场关于彩礼的纠纷。据后续披露的信息显示，晶晶的父母对两人结婚的彩礼协商结果十分不满，觉得刘某家没有足够重视自己的女儿，竟然逼着晶晶向警方报案，一口咬定刘某在她生理期期间对其实施了强奸。起初顺着父母意思报案的晶晶没过多久就后悔了。在刘某被羁押期间，她曾多次向刘某表达思念，直言舍不得你坐牢，还悄悄联系刘某的家人道歉，说告强奸都是爸妈逼的，就是想吓吓刘某，让他家乖乖拿出彩礼。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刘某等待判决的日子里，晶晶还主动找到刘某的姐姐商谈彩礼。一开始狮子大开口要30万，讨价还价后，最终以18万达成了一致。可法律从来都不是讨价还价的工具。安阳市文峰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尽管晶晶在刘某羁押期间表达了关心和爱意，但这并不能否定刘某违背其意志发生性关系的核心事实。最终，一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3年。刘某始终不认可这个判决，他选择了上诉，但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就这样，一场由彩礼纠纷引发的诬告，让一个年轻大学生的人生轨迹彻底跑偏，等待他的是3年高墙之内的岁月。时间一晃，3年过去，2025年7月13日，刘某刑满释放。3年的牢狱生活磨掉了他脸上的青涩，也攒下了一肚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和怨怼。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删掉了晶晶的联系方式。显然，他想和这段满是伤痕的过去彻底切割，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刘某的断舍离并没有换来想要的平静，晶晶却始终没有放下这段关系。他一次次主动联系刘某，软磨硬泡的想要复合。关于两人最终复合的原因，外界无从知晓，也没有公开的信息能够详细说明。或许是刘某念及两人曾经的情分，或许是他觉得3年的牢狱已经让恩怨一笔勾销，想给彼此一个翻篇的机会，又或许是晶晶的道歉和坚持让他暂时压下了心底的怨怼。而晶晶的坚持到底是出于真心的愧疚与爱意，还是对关系完整的执念，我们同样无法定论。最终刘某还是同意了复合，之后两人一起前往江苏昆山打工，重新过上了同居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回归了正常的情侣生活。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份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假象。3年牢狱埋下的怨恨种子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暂时掩埋，等待着一个爆发的契机。
复合后的平静仅仅维持了3个月。2025年10月15日，这场看似安稳的关系因为一件极小的琐事彻底崩塌。当天，刘某在家里洗衣服，不小心漏洗了晶晶的一双袜子。就是这样一件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事，却引发了两人的激烈争吵。争吵中，情绪上头的晶晶说出了足以摧毁一切的话。她口不择言地往刘某的痛处戳，直言：你还没蹲够是吧？再告你一次强奸，把你送进去多待几年。早知道当初送你进去就没选错。这些话像把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了刘某的心上。3年牢狱之苦，3年的冤屈与隐忍，3年失去的自由和名誉，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据刘某的母亲后续透露，刘某当时情绪彻底失控，眼睛一红，伸手就掐住了晶晶的脖子，直到晶晶不再挣扎，没了呼吸。犯下大错后，刘某才彻底清醒过来。他第一时间跟母亲取得了联系，声音发颤地说：我做错事了，你帮我报警吧。还反复念叨着，是他提以前的事儿，刺激我太狠了。很快，警方赶到现场，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刘某刑事拘留。截至目前，这起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这起案件曝光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而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早年的诬告案和如今的杀人案2个层面。先说说早年的强奸案审判，法院的判决核心是违背妇女意志，这也是强奸罪构成的关键要素。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是否构成犯罪与双方是否为情侣关系、是否订婚无关，核心就在于是否违背妇女的真实意愿。但随着案件细节的披露，不少网友提出了疑问：既然晶晶是受父母逼迫诬告，且在羁押期间主动表达爱意、商谈彩礼，那当初违背意志的核心事实是否真的毫无争议？网传的监控显示，两人同居期间亲密无间，没有任何挣扎痕迹。这些细节为何没有影响判决结果？不过，疑问归疑问，法院的判决是基于当时的证据做出的，我们无法仅凭事后披露的信息就否定司法的严谨性。而对于如今的杀人案，舆论则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一部分网友认为，晶晶有错在先，诬告他人毁了别人的人生，最后又用言语肆意刺激，简直是自食恶果。但更多的网友则表示，无论受到多大的刺激，剥夺他人生命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刘某的冲动不仅毁了自己，也让2个家庭彻底破碎。法律专业人士也明确指出，即使晶晶存在诬告和言语刺激的行为，也不能成为刘某故意杀人的免责理由。情绪失控从来不是突破法律底线的借口。聊到这里，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已经很清晰了，但比起案件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起悲剧背后暴露的问题，以及那些能让我们少走弯路的教训。首先要明确的是，法律绝对是不能触碰的底线，更不能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晶晶的父母为了彩礼，竟然教唆女儿用强奸这种刑事罪名诬告他人，他们以为这是逼迫对方妥协的筹码，却不知道这把刀挥出去，不仅毁了刘某的3年青春，也为女儿的悲剧埋下了祸根。法律的尊严不容亵渎，任何把法律当儿戏的人，最终都可能被法律反噬，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刻在心里的准则。其次，一段有裂痕的感情，强行修补往往只会让伤害加倍。刘某选择和曾经诬告自己的晶晶复合，或许是出于念旧，或许是想逃避过去，但他没有正视3年牢狱带来的心理创伤，也没有想清楚这段布满裂痕的关系是否真的能修复。而晶晶则始终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即使复合后，依然用过去的伤害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感情里的伤害需要正视，不是靠妥协就能一笔勾销的。不合适的关系及时止损，远比强行捆绑要靠谱得多。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情绪管理真的是一生的修行，冲动从来都是毁灭的导火索。从一件漏洗袜子的小事儿，到一句刺激的话语，再到一条生命的逝去，
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分钟，却让2个年轻人的人生彻底归零。刘某被3年的委屈和瞬间的刺激冲昏了头脑，用最极端的方式发泄情绪，最终只能吞下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裁。生活中难免会有争吵和矛盾，但不管情绪多激动，都要记得给自己留一丝理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自己和别人的一生。说到底，这起悲剧没有赢家，晶晶为自己的任性和刻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刘某则因为自己的冲动，从一个被诬告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故意杀人的施暴者，再次走进高墙。2个原本光明的人生，2个原本完整的家庭，都因为一连串的错误选择，彻底走向了破碎。希望这起悲剧能给我们每个人都提个醒，无论是亲情、爱情，都需要尊重和底线。无论是遇到多大的矛盾和委屈，都要记得守住法律和道德的红线。情绪可以有，但不能失控；伤害可以忘，但不能忽视。因为一旦突破底线，等待我们的只会是无法挽回的结局。今天的案件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大家对这起案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